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子，感谢大家支持 Crazy Card， 不是 Credit Card 哦，虽然长得非常像，做得非常逼真。对我而言 ，Crazy Card 是目前在市场上最像、最逼真信用卡的一个魔术。那我觉得信用卡这个东西，因为你看魔术师以前用硬币、用钞票都有很多创作。再来，我觉得下个时代就是塑胶货币、信用卡会是一个指标，也已经很普及了。尤其是晶片，没有人用它来做过魔术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它能在卡片上任意的移动，还能给观众检查的话，会是很神奇一件事情。那不止这样，除了移动晶片以外，我还把很多想法，像card prediction 扑克牌预言是双重预言，非常强，前面的图像变化，然后背后又有多一行文字，去强化那个预言。然后还有这个37 force 很经典的。如果你是心理魔术师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后面我会提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东西，很多资讯在一张卡片上面可以给你运用。那我简单讲解一下它的原理，让大家进入状况。基本上你会收到2张正常的卡片，就像正常信用卡一样，但是卡片上是没有晶片的哦。你们打开包装应该会看到，晶片要自己贴，后面会再讲怎么做。然后还有一张卡是双面的。所以你只要这样翻面，看起来就有移位的效果，对吧？这个是给实战很 practical、很实用的一个版本。那如果要视觉的话，就会是需要做到这个额外的铁片跟这个背后的这个雷射标签的。雷射标签在后面，晶片在前面，吸住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在后面，这个在上面，吸起来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。很有趣啊，雷射标签的隐蔽的作用有没有？刚好 double 住，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展示，像这样，卡很快的，然后就可以做到在上面位移的效果。当然后面这也会跟着移动，就把它拖进来。啊，基本上这就是 Crazy Card 的移动晶片的原理讲解。那你打开 Crazy Card 的包装之后，你会收到以下的内容物，有磁铁，1.5公分厚的磁铁，然后2种不同尺寸的铁片，一个是给晶片用的，一个是给雷射贴纸用的，看得出来尺寸不同，对应的也不同。然后雷射贴纸跟晶片贴纸有若干枚，然后还会有一个这个是铁氟龙贴纸。它用来贴在铁片的背后或磁铁的背后，跟卡片之间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力。那还有一张这个塑胶卡片是用来对位子用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要贴晶片的贴纸，因为你包含正常卡片各贴1张，然后双面卡片正反各1张，还有最后要做道具，总共要贴5张嘛。贴这里这4张的时候呢，你光用视觉来判断会贴歪。所以我们要给你这个，你放上去就知道该贴哪个方向，自己放一下，贴纸拿下来贴上去，把这个拿起来就可以贴得很准，好不好？这个不是这样哦，不要挡到数字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就是用来对位置的塑胶卡片，然后你会收到 OK 3张卡，2张正常，刚好说过，记得签上名字，会比较像，然后1张双面的。签名这个部分呢，我举个例，像这些做好了，贴好贴纸跟签好名的，你可以用 Sharpie 这种，我建议用 Sharpie 这种笔，但是细致的来做一个签名，好，尽量签的比较一致。这种笔也 OK， 一般的原子笔，可签完记得甩一甩，等它干，好不好？2个都可以。记得签上你的名字，然后让它是一样的、一致的，这样前后观众检查的时候才会觉得是同一张。好，以上就是你收到的东西以及要注意的事项。其实一张卡片现在最重要的是晶片，晶片它的加密程度很高。轻轻摸一下这晶片，手指伸出来。啊，小心，没有手汗太多啊，有手汗会氧化。晶片在上面，
其实我不只可以读取资讯，我还可以让这张卡片产生一点不可思议的变化。这了。现在被移到这中间。我等下继续拖曳，请任意位置帮我喊停。停。这里吗？嘿。好。冷却一下。好。摸摸看这里。等一下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幻觉。你们现在看它在哪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右边。嘿。跳回来了。谢谢。接下来示范 Crazy Card 日常生活中怎么表演。就这样，你把它放在皮夹里，已经准备好了。你需要展示给朋友看。说你看这个环球商银的卡片，拿出来给他看一下。你可能没看过，这是国外的卡，所以我签英文。这个晶片很有趣，你可以拿摸摸看。等一下呢，我要用晶片做一个事情。你摸过、检查过了，对吧？仔细看，这个晶片在这里，它加密程度很高的，不可能被移动的东西，瞬间被我移到中间，移到另外一头。你看啊，这边不见了，从这里跑到这里，但这只是幻象而已。仔细看好，3、2、1，幻觉解除。好，你要演这个版本呢，首先你需要准备其中2张卡来制作道具，一张是正常的这个卡，一张是双面的这个卡。首先呢，你的卡应该长这样，做完会长这样。正常这边贴一个晶片，然后双面的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另外一头。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各一头了，你也可以贴在任何其他位置，你想要移动的位置都可以。好，怎么贴贴纸呢？各位拿出你的对位卡，在这边看到有个洞，放上来，对好位置，基本就在这里。我们快速的示范一下，然后拿出你的晶片贴纸，做得很逼真。你这个东西是直接压到底，它就会翘起来了。所以很好撕。然后注意这个，其实晶片是有方向性的，这很有趣。这是它的正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？缺口是朝上的，注意，晶片是一个回圈的，它这边是有一个开口，其他部分是封闭，这边会有个开口，开口记得朝上，好吗？怎么讲？贴上来，基本上直接照洞洞的位置贴，贴了以后拿走，就好了。有没有太简单了一点？背后这里记得刚刚说过签名。OK， 这张卡就完成了。在你签完名之后，那双面的卡一样 ，so easy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压到底，拿起来。方向记得。这个一模一样嘛，我就不多说。基本上对好位置，如果没贴好，可以稍微拿起来再贴一次，小心哦。对好位置，然后反面这样子，直接反过来另外一头，压到底。方向记得朝上，贴在这边，看得清楚吧？好 ，OK， 那这样就做完了。那如果你使用了很久，有可能这个晶片上有一层薄膜，我们叫它雾坯。你看，像这张卡我用了很久了，演了几百次，所以这边呢有一点被刮起来，这样子就已经不像晶片了。要怎么换呢？一样拿美工刀，找4个角其中一个点，美工刀用尖角这里，轻轻的嘟进去，不要割到信用卡表面哦，轻轻的划过，因为它这个是晶片是立体的，你从它中间那一层放进去，轻轻的推进去。轻轻推就好，不用刮到卡的表面，然后把这里挑起来，撕下来。
然后通常撕下来，你就可以换贴纸了嘛。但是呢，会有残胶，这算好的状态。你只要用这张贴纸继续反粘，把剩下的残胶粘掉，很快就粘掉了。那这样就是得到一个干净的卡片，你就可以重新再粘贴贴纸。那做好你的卡片以后呢，要怎么 setting 呢？正常卡片、双面的特殊卡片，长得一样的同一面放一起，合并放一起就好。你可以插在比如说这个卡槽，或是里面的卡槽，只要确保这个2张信用卡是放在一起的就可以。好，我先示范呢，这个卡放在这个卡槽，记得让它2张卡片平行，让人家看不出来它是2张。开始表演呢，拿出来，直接一起2张抽出来，关起来的瞬间，用皮夹去偷下面这一张，或者说你可以这样递进来，把这个这样拉出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一般会顺势做个翻面，你看好，所以人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。抽出来，你知道这张卡吗？给人家看一下，这是环球商银的卡片，正面反面，摸摸看，或者递出去给他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检查完了，回来 under wallet switch， 直接在皮夹下面，你感觉是要把皮夹拿走，这很重要哦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很奇怪嘛？OK， 好了，一只卡片在动，你在换东西的要切记，观众检查完很自然的一个 move， 塞到里面，因为卡片是不曾被移动过，你感觉是要拿皮夹走。但这个时刻你就换了一张卡，接手过来拿走皮夹，我先放在我的大腿上，一般你就可以放口袋或是夹在腋下或是都可以。接下来讲解怎么样表演晶片在上面来回移动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有障眼型的演法，就是可以来回2次都用这样拖曳的，比如说像这样，手挡上去的瞬间，下面只要做个翻面就好。基本就是小心翼翼的翻，不要太明显。就一般我会正对人家，假设这是人家眼睛，我就正对，手挡住往下的瞬间，偷偷的做个翻面，很小的动作，这样就好了。仔细看哦，搭配在一起，像这样摸、翻、贴上来。你可以先遮住整张卡片，再移动到这个位置，假装在摸晶片，拉到中间，继续停在这个位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晶片移动过来。那除了这样子的演法以外，还有一种是视觉型的演法。你可以看到晶片直接晃动，然后就跳过来跳过去。你用你的中指跟大拇指各拿住一个对角，晃动这张卡的时候呢，我做一次超慢动作，像这样子，用食指扳。然后继续这个 motion， 然后再偷偷调回这个姿势。中指、大拇指晃，慢慢的加速，到这一刻的时候，晃到最高频率的时候，食指推一下，然后继续一样的动作，千万不要中断。看好，中断会很奇怪，就会被看到。所以这频率很重要，晃动的感觉，记得卡的位置要在同一处，不要乱移动，这样就看不清楚。这样比较容易聚焦在上面。Ready? 1, 2. That's it. 再加把练习。你都知道怎么设定跟怎么表演这些细节之后，最后有一些人会有的疑虑就是卡片该怎么给观众检查？基本检查的概念是这样，前面不是讲过吗？这样抽出来给观众看这张，底下有一张嘛，你换过来演完了这个。来回移动以后，一种当然你可以就皮夹放旁边，拿起来换掉，再换一次，这是一种。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。一般我这个皮夹拿走以后，我就会插在口袋，把这样插到我的裤子口袋里面。所以现在这个卡就在裤子口袋。所以一般我演完之后到这个状态，我就会直接说 OK， 跟他谢谢，我要掌声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个卡放到口袋里面就结束了。
那当然你可以放到口袋说，哎，谢谢。这个时候跟观众在讲个笑话的时候，或是做收尾的时候，再换另外一张出来。这个时候观众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，因为基本上对他来说不存在2张一样的卡，这很重要。基本只要你做的很自然，然后也做的很 casual 很放松，用这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就 OK 了。而且在我表演的经验里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带了2张卡。所以就是这样放口袋，观众问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记得不要拿错，你自己知道它是在哪一张，前还后。好，这样就可以表演前后都做到让观众检查。仔细看哈，晶片在这里。摸摸看，是不是在这里？Crazy Card 视觉版本，仔细看，晶片在卡上，可以超视觉的开始移动，到任意你想停的位置就停下来。我们还可以把它拖到另外一头，瞬间就停在这个位置，可以展示两边给观众看。这就是超视觉版本。接下来要讲解 Crazy Card 视觉版本移动的，怎么做它的道具。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结构是长这样子，所以它可以拖曳到这个地方来，对吧？那它分为 A part 跟 B part， 就是晶片的部分，跟下方的雷射贴纸部分，我们称为 A 跟 B。我们现在看一下 A 的结构长什么样子。A 的结构呢很简单，它分为上层的晶片贴纸，跟中间有一层铁片，跟底下有一层铁氟龙的这个胶带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做一次给你看。首先呢，拿一个晶片贴纸，直接跟铁片做个粘合。好，基本像这样贴上去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再贴这个铁氟龙胶带。撕下胶带之后，铁片直接贴到正中央就可以了。胶带一定会比铁片大，就贴上来之后会长像这个样子。那你只要把周围多余的胶带呢剪掉就可以了，那你就完成了第一个 Part A 的这个晶片贴纸道具。Part B 呢，请问各位所见，最上层是铁氟龙胶带，直接粘到这个磁铁上面，1.5公分厚的这颗磁铁。接下来呢，它粘上去，磁铁再用双面胶把它粘到这块铁片上面，所以铁氟龙粘过来，磁铁再粘到铁片，用双面胶带粘就可以了。最后底下这个铁片上面再贴上这个雷射贴纸，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 Part B 的道具。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做。这个贴上来，这个双面胶粘合，这个贴过来。我们先这样反过来贴好，这个贴到铁片上。撕下来，它会比铁片大一点点哦。铁片贴到这个雷射贴的正中央，多余的部分用剪刀剪掉就可以了。好像这样子，贴在相当于中央的位置。那边缘你看有多一些出来，你拿剪刀剪掉。接下来呢，铁片再跟这个磁铁之间用一个双面胶带，直接撕一小节就可以了。
所以这样子，双面胶贴上来，直接吸上来以后定位，压一下 ，OK，almost there， 你看几乎一样了。好，最后还需要贴这个铁缝贴纸，确保它跟这个面不会产生摩擦，然后是最光滑的状态。那在用双面胶粘合之前呢，我会建议你就直接先这个跟磁铁贴好，然后把边缘剪掉，然后同时雷射贴纸跟铁片贴好，同时剪掉，再把2片用双面胶粘在一起。我现在只是示范给你看，你到时候做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这样的状态是最漂亮的，可以把边缘剪得最整齐。经过以上步骤呢，你就会得到 Part A 跟 Part B， 就可以用于这个视觉版本的移动。一个粘在上面，注意一下的晶片的方向；一个粘在下方，要跟这个雷射贴纸对位。它就产生一个隐蔽的效果，你就可以展示。侧面不能看哦，因为还是有厚度，所以一般是这个速度左右。展示，然后就可以任意的移动它，上啊、下啊、左右，稳定的移动。然后接下来我一般会拉到中间，给人家看到视觉移动。接下来呢，手过来拖。这边2边相碰撞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点小阻力，但你就直接拖到底，就拖上来了。压一下，然后移开来，里面长这样，用手压住上跟下。所以对观众来说，就是你可以展示正反面再一次的，然后交出去给他检查。你可以直接用这只手拿着交出去，他拿走，你把这个收回来，就落到手里面。好，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超视觉移动的演绎法。还有一种当然是这样子了，比较适合拍影片。然后你手直接过来，用中指拖曳后面这个磁铁，像这样，咻，就直接飞到另外一头，对吧？咻，这也是一种，只是你要注意这个铁片在上面有时候会晃动，如果2个定位没有定好的话。我会建议一般拖到中间来，再进行后面像是这样拖曳啊，或是这样子表演的方法。它距离也比较近，给人家一种更多的惊奇的感觉。以上就是视觉移动的道具制作跟表演方式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今天要做一个很难的挑战，所以我想，你知道有时候挑战就要下一点赌注，我赌一点不一样的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钱包。虽然这是名牌，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不是有钱吗？啊，昨天租器材用掉，我赌上200块，不好意思。可以赌卡吗？你会选哪一张？我选这张好了。OK， 你要换吗？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就这张，你帮我先收起来或怎么样？ OK。如果今天这个魔术失败，就让你们在这边直接找个东西，我在旁边刷了。OK。我认真的，有摄影机做记录。好。你的中指跟大拇指伸出来。这样子，等一下就帮我切一叠牌，像这样。好。一手在这里，好，一手过来，下来探，拿一叠起来。好，拿过来。你拿的这边呢？如果等一下你拿起来是看到 JQK 的话，就可能是11、12、13。你就帮我记住它，但通常也有可能不是。如果你拿到一张，比如说2，你就再拿下一张，把它组成一个2位数。所以你帮我看一下，你拿起来这张牌，来，你拿这张牌起来，先看一下。如果有需要再拿下一张，有需要吗？好，那就会变成一组2位数字。你只需要把那个数字牢记在脑海里就好。想想那个数字，看着我。36。差不多啦。还是中了还是没有中？没中，没中。卡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吗？差一点，差很多。等一下，刚刚有一张卡还在吗？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差很接近是吗？你帮我拿这个牌，帮我拿这个。
你知道一张卡其实最重要的是卡号。卡号之外，其实有一个 PIN code，没有那3码，其实这些都是无效的。安全码，来，你帮我手放着，另外一手盖上去。我不要，好可怕。想你那个数字。好，打开来，看一下安全码。还没结束。你拿着这个牌，这边有2张卡，纸卡，我这样洗乱它，所以你可能搞不清楚顺序了。左边、右边帮我选1张。好，这叠牌放进来，你可以拿任何1张。注意了，前面是你洗过，随便切的。我可以看这张牌，就记住这张扑克牌，记好了吗 ？OK。哇，你刚刚想的牌是哪一张？红心七。有个地方有红心七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一开始没有，现在出现了。这是环球商业的卡片，它是一个地球当它的 logo。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各大洲，对吧？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红心七？银行在发卡给我的时候，这样我美国纽约办的，他特别刻了1行字给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是魔术师，是他们 VIP。你是什么红心七？对。他给我1行讯息 ：Your card is 7 of hearts。那我们看一下 Crazy Card 的其他应用，除了晶片移动以外，还有心灵的效果，用纸牌就可以轻易的达成。首先这边有一个爱心7藏在这个地球里面，很清楚吧？爱心7，但一开始他们是不会察觉，等你指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发现。OK， 再来呢，还有后面这里 ，Your card is 7 of hearts， 后面这段话是强化刚刚爱心7那个效果。最后呢，还有这个安全码，这边3位数037，也就是数字37，待会还会用到。所以这个程序的基本概念呢，就是你用强迫选择 （force） 让观众选到3跟7，然后跟他说去创造出一组数字，这个是个位数，这个是10位数，自然会是37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让他看安全码也是37，让他觉得是他变的，亦或是当做一个预言都可以，看你怎么去演绎。接着呢，再从3跟7之中，你感觉好像洗乱了，其实你自己知道顺序，用魔术师的选择，总之选哪一个，我们最后一定要是爱心7。假设他说这张方块3不是我们要，我们就把这张收起来。假设他说这张，我们就说好，那你拿了这张牌，请你帮我记住，所以就可以演第2段的爱心7，就可以达成先用37表演，再用爱心7这里跟这里的一个完整程序。所以你要学的就是一个东西 ，force， 破选，强迫选择。那我这边选择用的强迫选择的方式是我自己很常用的一个方法，是基本上用一个 break。请观众切一叠牌起来的时候呢，就会切到你刚好要的位置。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你先把3跟7设在整副牌的最顶部。那我就是设方块3跟爱心7了。爱心7是一定要的嘛，因为你这边就是爱心7，好吗？3可以是任何一张3跟7放在整副牌的 top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 force 这2张。你跟观众说 OK， 我让你创造一个随机的数字 blah blah blah。这个时候呢，把牌拿上来，做一个 break， 就是用小拇指插在里面，这样子把牌做个空隙。就请观众说：“你帮我切一叠牌起来，可以是任何一个位置。等一下帮我拿这张起来看。假设它数字2的话，那我们要再创造一个数字，再拿下一张，可能是23、24，这样去创造一个随机的数字。观众说 OK。我这边要讲有可能是 Jack Queen King， 它就是11、12或13，那也是一种可能性。当然你知道这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就是请观众切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请他伸出中指跟大拇指，你就说来手过来，你自己去靠近他。其实你看他手一夹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 break 的位置放掉，然后整个手瞬间摊开来，他就提起这叠放在旁边，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自己切的。但其实是你控制它切到这个位置，
这是非常强的一个 force 方法。它一抓住的时候，你就往下一点点，它也往上一点点，是一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自然会是3跟7。你就说 OK， 帮我拿起来看，记住个位数 ，OK， 10位数，记住这个数字，牌压着或收起来都可以。接着开始去读取它的数字，一般我会故意读错，而且很接近。刚刚你们看过表演了，我会说，比如说36，好，38，这就是差一点。这时候不是理所当然要把卡拿给观众刷了吗？因为你赌注输了嘛，拿出来就，请观众拿这个卡搓一下。我说，等一下，它的安全码你看一下。这时候就是个 kicker，37。整张卡最重要的安全码，居然就是他想的数字，不可思议。接着再用这2张拿过来 ，OK， 我们随便洗一洗。这时候你要先看一眼，知道7在哪里，比如7在这，啊，那观众其实他这个时候没有注意，他就不知道在哪里。帮我随便选一张，比如这张吗 ？OK， 我们收起来，啊，7留下来。这张吗 ？OK， 帮我记住这张牌，永远都是爱心7。好吗？记住烙印在脑海里，忘记刚刚的数字，记住这个牌。一样搓揉一下这个卡片，打开来。这个时候，地球这边产生变化，不止这样，后面也产生变化。这就是用扑克牌 Force 来达成的双重预言效果，希望你会喜欢。Crazy Card 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，我们来看看。就除了移动晶片，还有一些心灵效果的应用之外，它还可以用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移动晶片的道具，加上我们给你的晶片贴纸，去玩一些效果。举例来说，现在很多这种不同颜色的晶片，比如说这就是银色的，还有一些是不同形状等等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晶片直接把它放上来，吸着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变金色了呢？所以你有需要的时候，直接这样手一搓，咻，瞬间就变成银色了。你可以展示，交出去给观众。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晶片变色的效果？蛮有趣的吧？还有其他可能，比如说，我们拿一张这个什么都不贴，这个时候把晶片道具放上来。那你先给观众检查一张正常的卡。然后用皮夹或是用任何方法去交换这个卡，这时候你可以瞬间去移动它，你就不用任何的遮掩，你可以直接这样视觉的移动。因为本来的要挡住原本的晶片嘛，所以这就是很适合拍影片，或是到最后你可以真的把晶片就咻偷走，像这样消失不见啊，晶片就被你偷走了。我现在藏在后面。就可以演晶片就直接拿走的效果，那卡片上就什么都不存在，这也蛮有趣的。从这个衍生出来呢，你也可以把晶片移动到其他的卡上面。举例来说，你可以拿一张这个卡，这边有一张 City 花旗的卡，可以说你看这2张卡，我把晶片移动过去，像这样 ，3、2、1 ，Go。晶片就被偷走了，所以就可以在这张卡上任意的移动这个晶片。所以现在这张卡就有2个晶片，所以你也可以做到，就把晶片移动到另外一张卡。这只是给你一个 idea 而已，自己去发想一下，有很多的可能性。那像这2张你怎么看？就觉得跟那个晶片好像哦，因为这不是它本来的晶片，本来的也很接近，但略有不同。这是我把贴纸撕下来贴在这个上面。如果你有一些其他卡片是废卡或是已经到期的，你就可以拿来贴这个贴纸，然后放在你皮夹里面，跟这个卡放在一起。这个一拿出来一看，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晶片跟这个卡的可信度，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，这样是长得很正常的。如果是正常的可以用的卡，千万不要贴这个，这样会让它读不到晶片。这是我已经过期的卡片，我贴了这个晶片。那看起来就非常的像，因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
感谢大家支持 Crazy Card 这个产品，它真的花非常多的心力去制作，让它很像、很逼真。尤其像这个晶片呢，反复的打样，追求这个细节、材质，还有背后这个雷射贴纸，跟很多的上面的 detail， 让它看起来像，但又有魔术的功能在里面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把这个卡片用在日常生活中，让你的观众 go crazy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fan page Hansen Production， 或者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， 也是一样的名字 Hansen Production， 然后发私讯给我们或 email， 我们都会回复给你。我是简子，我们下次见。